古代韩国宫廷的狩猎游戏，居然用真人扮演动物，越凶猛分数越高，最高分当然是老虎。口哨一响下，人们就四散逃跑。游戏正式开始了，叔叔阿姨们用的是包布的箭头，用来射击逃跑的动物，但嫔妃赵花用的是真箭头，她打算借游戏行刺王后。王后对游戏输赢不在乎，她只是想找个地方休息。没想到老虎正躲在旁边，觉得被箭射中太疼，所以他才躲在这里，不想被别人发现。就在这时，小太监想出了一个妙计，不如让王后亲自来射。裁判看到后，这时赵花也发现了王后，看着拉弓的赵花，王后被吓得呆在原地。赵花的箭射出了，箭矢飞至王后前仅 0.1 公分，箭头上还涂有剧毒，射中必死无疑。王后原本对赵花颇有好感，但这次她真的生气了。其他淑仪听到声响也走了过来，王后不想事情闹大，她只想带他们离开，但赵花真死缠烂打，想要给王后一个教训。其他淑仪实在看不下去，上前跟赵花真理论，谁知她不搭理人就走了。王后觉得很没面子，这道菜真是绝了，让太后都快把眼珠子吃掉了。皇后又开始烹饪美食了。今天皇上为了国宴，已经准备了丰富的食材，但因为天气过热，食材全都腐坏了，只好再派人去国外采购。没想到运输途中被强盗劫走，这时候宫中的厨师们都服用了泻药，幸好王后有个私家菜园。现在眼前的这些，能用这些食材做出什么美食呢？此时王后看到御医正在擦拭她的长针，马上灵感涌现。王后先将土豆切成螺旋形，用御医的祖传长针串起土豆，把串好的土豆放进250摄氏度的油锅里，几分钟后开始炸。油炸血红土豆出锅了，美食虽好，但人手紧张，御医也参与了进来，宫女和小太监也帮忙传递，甚至不放过小小的童工。大臣们看到旋风土豆都惊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美食。而大王大妃一尝就爱上了，这味道实在太棒了。旁边的大臣嘲笑他，吃货就是吃货，啥都好吃，自己尝了一口就停不下来。王后的第二道美食竟是做出了麦当劳风味，大王和大妃都惊讶于王后的手艺，看着这两个大男人竟然感动落泪。王后喝了2斤茅台后直接醉倒，把皇上误认为是别人。当王后第二天醒来，皇后要皇上老实告诉昨晚的事。皇上开始详细描述，一下子说到了重点。皇后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，这时候的王上就像被抛弃的怨妇。王后急匆匆地去找红颜，此刻娘娘希望料子死了算了，但越想越是放不下。旁边的御厨立刻跪了下来，搞得王后都懵了。原来王后什么都不知道。御厨见状就想逃跑，但王后又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，反手就把御厨抓住了。御厨知道没法逃了，只好老实招了。这时王上突然出现，前女友还在场，这娘娘立马不见了。注意看这小女孩手里端着一碗毒药，她就这么喝了下去，而旁边的大臣们却没人出面阻止。原来就在刚才，这宫女送来的冰块里掺了砒霜，这次她要毒害的是王后。她先给太后加了无毒的冰块，给王后的冰块却是有毒的。谨慎的崔尚宫亲自试毒，结果却白白牺牲了。王后怎么也想不到，太后竟然要害自己。接到密报的王上急忙寻找王后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王后准备喝药的时候，小宫女和檀香及时赶到。原来是因为宫女太紧张，不小心掉了一块冰。檀香恰好看到蚂蚁被毒死，所以急忙过来阻止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金佐根突然出现，吓得小女孩都不敢呼吸。金佐根赶紧让小太监带走檀香。太后目睹王后端起毒米，正当王后要喝下去的瞬间，韩强手里拿着小石头又回来了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将王后手中的碗砸碎，让金左边的鹰王计划落空。这让金左边大发雷霆。娘娘正准备喝冷饮，一名小宫女突然冲了出来，也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用石头砸向娘娘。大王大妃立刻将小宫女送进了大牢。王后回宫后，王上向她透露，大王大妃在冷饮中下了剧毒，幸亏被檀香发现。王后立刻明白了一切，她求王上务必救出檀香。此时在朝堂上，文武百官正讨论如何处置檀香，娘娘还没想出对策，檀香已被迫喝下毒药。娘娘赶到时，只见檀香躺在地上，娘娘勃然大怒，正要去找大王大堆算账，却被王上拦住。他告诉他不要清醒。此刻王后彻底失望，她决定开始复仇。这是我见过的最惨烈的国王。她正准备举行祭祀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她成了朝中第一个王炸。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意外，众人带着太后急忙撤离，只留下可怜的王少在剧烈疼痛中晕厥。到了晚上，娘娘来看望王少，御医告诉他，虽然暂时安全，但他的听力受到了严重损伤，因此还需持续观察。与此同时，太后正大发雷霆，质问金将军为何这么鲁莽。
将军却否认有关，声称此事与己无关。为揭露真相，大表哥逼问王上的护卫，但最终未获任何线索，现场只找到了一些残留虎药。第二天朝堂议论纷纷，众人皆指责金将军，认为他是幕后黑手。正当双方激烈争论时，大门突然被推开，走进来的竟是王上。大臣们都震惊不已。只见王上从容走向门中，接下来便是表演时间。原来这次爆炸竟是王上亲自策划，炸药也是事先准备好的，目的是抓住太后的把柄。他早派人购买了硝石，用来证明金家私卖军资，这种材料宫中才有，私人无法制造，铁证如山面前。王上二话不说，立刻罢免2位金家将军，并剥夺太后的听政权。此刻他终成真正的王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娘娘仍在考虑退路。这时丫鬟与崔上宫来报，告知王上已苏醒。娘娘这才安心。为庆祝王上安然无恙，娘娘跑到御膳房小酌几杯，崔上宫一口气把整壶烈酒喝光。与此同时，王上看到上次宴会的菜单，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一直帮他的竟是娘娘。于是半夜他来到娘娘的房间，此时娘娘还在酒意中，错将王上当作丫鬟红莲。在朦胧的灯光下，2个壮汉开始表演。王后这壮汉竟然怀了孕。当所有人都沉浸在王后怀孕的震撼中，王后几乎要哭了。接着王后把所有人都赶出去。王上一脸懵逼的询问。第二天上宫来给王后上胎教课，先把脚放下来，不能趴也不能侧躺，双脚必须并拢。接下来开始脚部按摩。王后带着小宫女悄悄去厨房，偷尝一口梨花酒，打开盖子一看，丫鬟显得很紧张，因为她送来的冰块含有剧毒。她此次的任务是用冰块毒害娘娘。她把有毒的冰块放进碗里，然后小心地让上宫试毒，结果却一无所获，因为她想不到真正有毒的不是饮料，而是冰块。但娘娘完全没防备，娘娘怎么也想不到吃货太后竟要毒害自己。王上接到密报，急忙找娘娘，但为时已晚。就在娘娘准备喝冷饮的时候，小宫女檀香突然冲了过来，是因为下毒的丫鬟太紧张了，不小心把冰块掉到地上，正好被路过的檀香发现。她看到地上有被毒死的蚂蚁，于是急忙来报信。没想到奸臣金将军突然出现，几句话就把檀香吓住了。面对金将军那张死鱼脸，檀香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然后太监把檀香带走了。太后看着娘娘端起饮料，就在娘娘要喝下去的那一刻，檀香拿着石头又跑了回来，然后从高处扔了下来，石头精准地砸在娘娘的手上。毒杀计划彻底失败了，金将军当场就怒了。没得逞的太后非常生气，当场命令把檀香关进大牢。回去后，王上把真相告诉了娘娘。娘娘知道是檀香救了自己，就求王上一定要保住檀香。到了晚上，娘娘亲自去大牢看望檀香。面对这个懂事的女孩，让娘娘这个铁汉也忍不住落泪。而在别处，众大臣将此事夸大其词，甚至说成是叛乱，逼王上将檀香处死。这种极端残忍的做法让在场的下人都非常愤怒。等娘娘赶到的时候，檀香已经是冰冷的尸体。娘娘忍着泪骂了王上一顿，王上却置若罔闻，转身就走。但就在这时，王上突然做了个手势。娘娘突然想起来，这个手势是她和王上的秘密信号，意味着他说的全是假的。娘娘立刻恍然大悟，然后开始表演起来。不得不说，娘娘的表演简直完美。丫鬟上前扶她，娘娘半推半就的被带走。回到寝宫后，娘娘开始深思熟虑。经过一整夜的思考，她终于有了答案。娘娘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戴上高贵的发簪，披上黑色鎏金战袍，精彩的复仇即将上演。复仇也要充满仪式感，再画上精致的妆容，再戴上高贵的发簪，再披上黑色鎏金战袍，华丽的复仇正式开始。第一个目标是贪吃的太后。娘娘第一个出手，给太后端上一个普通包子，其中的意思显而易见，你还没查清就想对付我。两人暗中交锋，谁也不愿意示弱。这时仆人端上了一碗饮料，看着碗里熟悉的冰块，太后怎么也不愿意喝。看到太后这么胆小，娘娘站起来走过去，把碗里的饮料一饮而尽，连冰块也嘎嘎作响的咬碎。果然自信的女人最可怕。第一回合结束，娘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下一个目标是赵大妃。不得不说，娘娘的口才实在是厉害。大妃一听就脸色大变，因为她的软肋就是她的孩子。娘娘说完起身走了过去，直接抓起一把枪点火，当众揭穿大妃陷害自己的事。但大妃死不承认。娘娘把枪砸在祭台上，然后对赵大妃威胁。这下赵大妃忍不住了，冲上前去想扯娘娘的头发。娘娘的话真的很有威慑力，吓得赵大妃不敢妄动。娘娘看到这满意的离开了，
只留下那销魂的背影。第2轮结束，娘娘再次胜利，接下来是最后的目标，曾陷害过她的赵花珍。不管怎样，毕竟曾对她有过好感，还曾无耻地做过她的舔狗，所以这次不会下手太狠。只看她慢慢走向嫔妃，嫔妃心里顿时慌了，她脚下一滑，娘娘迅速把她拉住。嫔妃感到受到侮辱，于是松开双手，多亏娘娘反应快，再次把她拉了回来。那次娘娘投湖时，嫔妃明明有机会救她，却选择了冷眼旁观。娘娘的话直戳心窝，彻底击垮了嫔妃的心防。但复仇还未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个头号仇人，那就是曾拔掉她氧气瓶的韩市长。娘娘决定全心投入到事业，终却她决定和皇上联手，一起对付曾经伤害过她的金家。皇上自然乐意之至，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。既然结盟了，娘娘建议举杯庆祝结盟。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像戏剧一样，你都不会落下。于是娘娘决定用茶代酒，但这交杯酒的姿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同盟的样子。崔尚宫看破不说破。回到家后，娘娘找到了一个神秘人物，那就是曾经陷害她的韩市长。但严格来说，这人应该是韩市长的祖先。为了斩草除根，娘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。于是韩市长为自己的后代背了黑锅，娘娘的复仇计划圆满结束。到了夜晚，皇上仍在刻苦学习兵法，因为他想要巩固王位，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。皇上最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自己晚年凄凉的样子。看着皇上这样，娘娘很是心疼。尽管娘娘知道历史的进程，她还是决定帮助皇上。娘娘加入了皇上的团队，教他们制作手榴弹的方法，这样娘娘总算挽回了面子。但这还不够，娘娘决定学习更多古代知识。崔尚宫向娘娘说明，要了解这个时代，就必须深入学习，只能看那些谚文小说了。这种书只有宫外的藏书店才有，所以上宫绝不能说自己是常客，只能说是朋友推荐的。娘娘一听就感兴趣了，看崔尚宫那么生气，娘娘这才明白他是个小说迷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娘娘白天读古小说，晚上则给王上讲未来的故事。但有时娘娘看得太投入，就会把王上忘到一边去。娘娘发怒的样子真是可怕。面对所有大臣，娘娘直言不讳的威胁，这让大臣们都吓坏了。娘娘大大咧咧地坐在台阶上，警告众人。娘娘的气势依然很足，甚至改了自己的姓。但事情还没结束，娘娘告诉他们，以后在王上面前不准说不行，禁止上奏，禁止拉帮结派。这种强硬的态度不容置疑。处理完这些老顽固，现在只剩下他们的头目了。娘娘背着宝剑站在宫门前，金将军慢慢向他走来。看来金将军还挺机智的。娘娘说着就扔出一把宝剑。听后娘娘笑了，说你是不是怂了？金将军无奈只好拔剑。谁知道他说完就拍拍肩膀走了。搞这么大的动静，结果两人只是来了一场口水战。而在另一边，御厨在缸里翻找着什么，正准备吃东西，突然感到一阵背后发凉，回头一瞥，御厨只得对娘娘撒了个谎，说完就吃了起来。娘娘迅速抢过勺子，原以为是酸奶，闻了一下竟闻到酒味，明显瞒不住了。御厨只好老实交代，娘娘这才来了兴趣，让御厨也给她来一杯。御厨却说那是最后一口。娘娘不信，低头一看真的没了。娘娘还是不死心，轮到御厨展示厨艺了。首先在面粉中加水揉成面团，面团压扁，中间捏出一个洞，让它变硬，然后放入热水中煮熟。煮熟后冷却，加入酒去重揉，最后放进酒缸，盖上盖子，30天后就能饮用。娘娘已迫不及待。与此同时，王上已开始着手对付金家。朝堂上的大臣们提心吊胆，担心自己是下一个。退朝后，王上一脸兴奋地找到娘娘，他将娘娘提及的练兵方法都记下了，还编成了几本武备要册。王上由衷感激娘娘，娘娘同样心甘情愿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。就在两人即将接吻之际，娘娘突然感到反胃。看到娘娘那么难受，王上急忙叫来御医。御医反复诊断后，终于确诊了，真是闹剧一场。我的天啊，娘娘这位大男人竟然怀孕了！这消息让大家都乐坏了，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，而娘娘却吓得快哭出来了。娘娘一声令下，所有的欢呼声立刻停止。怀孕不是应该高兴的吗？娘娘把大家都赶出了寝宫。其实也不能怪娘娘生气，自己本来是男儿身，现在却要为王上生孩子，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运吗？娘娘感到彻底绝望。与此同时，娘娘怀孕的消息迅速传开，太后气得连美容都没心情了。而更生气的是大表哥，恨不得马上冲进宫中。此时国丈心情也很糟糕。国丈接到了宫中的急报，听到消息后，国丈立刻变脸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喜出望外。
而娘娘这边还在因为怀孕怀疑人生。崔尚宫告诉她，按照宫里的规矩，怀孕了就要立刻去拜访长辈。听到这些繁琐的礼节，娘娘更加郁闷了。就在这时，太后和赵大妃相继来访，娘娘又开始了她的表演。精湛的表演，太后怎会看不出娘娘是在装的？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太后还是没和她计较。接着大妃送了娘娘一个红包，里面居然是一张符咒，说是能保佑王孙平安无事。但娘娘觉得这更像是个诅咒，她便委婉地拒绝了。这时太后开口了，比起符咒，她准备了更靠谱的安胎药，提醒娘娘要按时吃药，否则王孙若有什么不测，那责任就大了。娘娘本就不舒服，听了太后的话更想吐，她赶紧让红莲拿来坛子，在两位婆婆面前吐了起来。两人面露嫌弃，但也不便说什么。不过相比孕吐，接下来的胎教更是折磨。古代胎教到底是怎样的？首先脚不能敲桌，身体不能侧卧，脚还得并拢。做完这些，再来脚底按摩。不止这些，连娘娘爱吃的泡面也被崔尚宫无情禁止。娘娘和我一样生气了，身体被束缚就算了，现在连吃的自由也没了。生活本来还算滋味十足，现在怀孕全都要重置。崔尚宫只好找借口，说都是为了孩子好，胎教不只是妈妈的事，让孩子他爸也参与胎教，就算要死也要有个陪葬的。崔尚宫解释说，等国王忙完公务，晚上要和娘娘一起做胎教。娘娘顿时心寒，自己的穿越生活竟如此艰辛，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了。谁能懂怀孕的苦？这一天，娘娘实在忍不住了，偷偷跟丫鬟溜进了御膳房，想偷喝一勺梨花酒，但一打开坛子就愣住了。敢动这东西的只有一个人。只见御厨装作镇定地走出来，这打个声该怎么解释？看形势不妙，御厨赶紧上前阻拦，结果被娘娘一把推出去。仔细一看，发现竟是喝醉的崔尚宫，嘴边还有吃东西的痕迹。娘娘想，崔尚宫肯定平时吃了不少苦，所以趁机来报复。她不停地摇晃崔尚宫，结果好了，自己辛苦酿的梨花酒也没了。而御厨在一旁傻乐。不得不说，娘娘的命运真是波折。娘娘的梨花酒被崔尚宫喝光。为了安慰娘娘，国王邀请他们一起去骑马散心。娘娘本不想去的，一听崔尚宫反对，立刻就答应了。娘娘这举动，直接让崔尚宫摔倒在地。这届的王后真难伺候。反观娘娘那边，国王带她在林间小道上飞驰，两人来到一个庭院前，王上借着美景发挥浪漫，慢慢握住娘娘的手。娘娘口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坦诚，看她那享受的样子，真难相信他是男的。本应是温馨浪漫的一幕，没想到王上是个直男，这下麻烦了。娘娘立刻松开手，娘娘尴尬的表情一览无余。王上急忙换个话题，说他一定要清除朝中奸臣，让我们的孩子继承王位。这话提醒了娘娘，对啊，我的孩子将来是王，那我不就是权高位重的太后？娘娘因此更有动力了。这场斗争我还是能赢的，能重复他的话，娘娘决定要做史上最强的胎教。胎教日记第一条要稳固王位，就得让自己变得更强。第二条是准备充足的金钱，因为大事必须要有启动资金。第三条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统治的法则，在这个丛林法则的世界，为了胜利必须不择手段。娘娘的这种突然振作，也让崔尚宫感到欣慰。可惜好景不常在，这天宫中突然爆出谣言，说娘娘怀的孩子不是王上的，因为他们只一次同房，王上那小身板不可能一击即中。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，谣言满天飞，谣言迅速传遍了整个宫中，自然也传到了王上的耳中。原来这都是赵大妃的手笔，她想报复娘娘，指使宫女到处散布谣言，目的是要毁了娘娘的名声。不过娘娘自有应对之策，娘娘为了打破谣言，竟然白天和王上打起扑克来，这场面也太刺眼了。为了驳斥谣言，娘娘白天就提议和王上玩扑克。老太监下意识地扭过头去。不得不说，王上看的那些漫画还真没白看，这红脸的样子连崔尚宫都觉得害羞，但娘娘觉得还不够刺激。这时候正好有人经过，两人只得继续装戏。这激烈的动作吓走了太监，这声音真是太有魅力了。红莲什么都不懂，但崔尚宫明白，皇上真不愧是猛男。为了彻底驳斥谣言，娘娘趁着和妃子们喝茶的机会，又开始表演。看妃子们都来劲了，娘娘开始详细描述，那晚皇上是这样开始的，然后这样，接着又那样。娘娘形象生动的描述，听得妃子们都羞得不行。娘娘的目的也达到了，看着大家激动的模样，娘娘趁机叮嘱，千万别把这事传出去。妃子们没想到，王上看似文弱，私下里却很能干。娘娘说完后一脸茫然，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宣传，导致后人这样记录的吗？与此同时，
本以为平息的谣言却愈演愈烈，甚至传到了所有大臣耳中。太后想借机铲除娘娘，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，命令大表哥亲手执行。暗恋娘娘的表哥无法下手，他把这情况告诉了王上，表示救娘娘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剿灭东府，这样太后就会放过娘娘，同时也能压制谣言。为了保护娘娘与孩子，王上别无选择。短暂告别后，王上第2天便出发，但他还不知道，大表哥的真正任务并非娘娘，而是他出发去剿灭东匪，保护娘娘和孩子。娘娘知道后急忙赶来，却只能远远看到皇上的背影。娘娘虽担心，但明白王上有必去的理由。果不其然，当王上抵达一个偏僻山路，随行的侍卫突然拔剑，露出真面目。为了保王上的尊严，大表哥决定单独与王上决斗。一触即发的大战即将开始。王上也是武艺高强，两人势均力敌，数十招来回交手。王上一脚踢飞大表哥，抓住机会逃离。大表哥带手下紧追不放。王上一路跑到悬崖边，眼看无处可逃，大表哥命令他束手就擒，但王上宁死不愿向情敌屈服，想要争取一线生机。王上转身跳下了悬崖，大表哥急忙跑过去查看，王上已经消失在汹涌的河水中。与此同时，自从王上出征以来，娘娘就开始严重失眠。为了减轻思念之苦，娘娘开始暴饮暴食。崔尚宫和红莲非常担心，娘娘表面上尽力镇定，说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太贪吃，但崔尚宫明白娘娘有多难受。饭后，大家一起去湖边找食物，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回想起与王上的每一刻，娘娘几乎要崩溃了，再也无法留在这里，便一路走到庭院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小木桌，回忆又一次涌上心头。原以为可以逃避思念，但整个王宫到处都是回忆，根本无法逃避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娘娘提议和妃子们玩猜谜游戏，提示已经很明显了，但娘娘还是猜不出来。只有崔尚宫能洞察一切，无论猜什么动物，娘娘的答案总是王上。看到大家都跟自己一样难过，娘娘强忍泪水，说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，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。娘娘开始给王上织围脖了，不小心把手扎伤了，娘娘实在忍不住了，哭了，心里太难受，眼泪里全是对王上的思念。为了避免再次受伤，娘娘特制了一副小指套。就在这时，崔尚宫慌张地冲了进来，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娘娘真是胆子太大了，半夜不睡觉，竟然去摸遗体。娘娘不信王上真的去世了，她决定亲自核实。摸来摸去，当摸到一个熟悉的部位，这手感怎么这么怪？这遗体根本就不是王上的。她把这情况告诉了崔尚宫和红莲，他们却以为娘娘悲痛过度，说她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此处省略850字。聪明的崔尚宫立刻明白了，既然王上没死，还用假尸体来混淆视听，明显是王上遇到了麻烦。娘娘决定要把王上找回来，三人组成了一个搜救小组，制定了计划。首要任务是学会保护自己。娘娘让红莲给她化了一个丧尸妆，准备上演一出大戏。首先，第一位演员赵大飞开始表演，第二位演员金太后上场。虽然两人演技不错，但还是比不上娘娘。娘娘的演技直接镇住了他们，看准时机催促上弓箭，然后娘娘和红莲开始协同作战。娘娘的演技可是无人能敌，把太后和赵大飞都愣住了。回到家后，娘娘换了一身行头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行李，配上弓箭，准备单枪匹马去找王上。正跳下城墙的时候，看到崔尚宫和红莲已在那里，他们早就猜到娘娘会这么做，所以早早就在这里等着。但娘娘并不想带他们一起去，硬碰硬没用，两人只好另想办法。娘娘依然不同意，崔尚宫只得使出杀手锏，这俩真是宝藏人物。娘娘无奈只好同意，这样三人整装待发，正式开始寻找王上的旅程。崔尚宫胆子太小了，一听到什么动静，就急忙让娘娘和红莲躲藏。经过一番细致的侦查，发现什么也没有，娘娘都快气笑了。崔尚宫真是侦察兵的好料。同时，大表哥正带人追杀娘娘。娘娘离宫前曾告诉他，她不是他爱的那个堂妹，还用箭射中了她。他终于信了，因为他的堂妹不会这样做，于是决定要杀掉现在的娘娘。而娘娘这边三人走了整整1天1夜，刚想休息一下，一群侍卫就追上来了，弓箭就绪，但情况不妙。红莲赶紧带着娘娘撤离，崔尚宫留下来拖延时间。只见侍卫一把推开崔尚宫，拿起刀就向他砍去。娘娘和红莲一时间愣住了，红莲不能让崔尚宫白白牺牲，赶紧拉着娘娘逃走。他把娘娘藏在一块石头后，然后穿上娘娘的衣服引开追兵。娘娘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抬头就看到了大表哥，娘娘吓得赶紧逃跑，大表哥紧追不舍。两人跑到了悬崖边，
下方是深不见底的河流。大表哥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一把掐住娘娘的脖子，把她提到悬崖边上。娘娘试图反抗，但力敌不过表哥。表哥恶狠狠地质问她，大表哥似乎下定决心要杀了她，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。但望着那张熟悉的脸，脑海中又浮现出堂妹的呼声。表哥终究是下不了手，一把将娘娘扔在地上。这时侍卫们赶到了，危急关头，表哥拔剑站在娘娘前面。大表哥原本想要杀了娘娘，但面对曾经深爱的人，他怎么也下不了手。此刻侍卫们赶到，表哥毫不犹豫挡在娘娘前。大表哥对他说，只要你记得招容，我就不会让你死。此刻娘娘别无选择，紧紧抓住他的手。表哥带着娘娘勇闯重围，没想到路上突然冒出一个戴面具的男子，他立刻护娘娘于身后。一触即发的大战即将开始，敌人出刀迅猛又凶狠，招招至秒哥边站边护娘娘，这让他打得非常吃力。了解了表哥的弱点后，敌人抓住机会刺伤了娘娘，还用小刀击中了表哥的腰部。娘娘见状猛踹过去，随手拾起地板砖狠砸向敌人，这才赢得了逃跑的宝贵时间。受伤的敌人仍旧紧追不舍，表哥知道自己跑不了了，便把谋反者名单交给娘娘，然后宠溺地摸了摸娘娘的头。娘娘内心极其难过，她不想抛下表哥，试图抹去地上的血迹，但被大表哥制止。大表哥让她快走。就在这时，敌人追了上来，表哥迎敌为娘娘争取时间，但受伤的表哥不敌敌人，最终倒在敌人的剑下。看着自己爱的表哥被杀，娘娘彻底崩溃。表哥临终前，脑海里全是和堂妹进宫前的美好回忆，他凝视着自己的倒影，还有他的微笑，这些都是表哥难以忘怀的。他深知堂妹的一切，一生默默地在她身边守护。他多么希望能再次握住堂妹的手，但那机会已不在，只能等来生再成为他的骑士。看看娘娘这边的情况，追兵紧追不放，娘娘只得躲在树下。鸟人似乎觉察到了些什么，他一步步接近那棵大树。娘娘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远处的侍卫指着娘娘藏身的方向，黑衣人立刻追了过去。娘娘这才松了口气，这一整天的经历让她崩溃。一转眼到了夜晚，逃了整天的娘娘走不动了，崔尚宫和表哥都牺牲了，红莲和王上下落不明，她彻底失去了希望。这时一个人拿着火把走来，本以为是追兵，没想到竟是王上。娘娘再也忍不住泪水，崩溃地大哭起来。王上告诉她，崔尚宫和红莲都还活着，他们随后一起上了山。娘娘最担心的是崔尚宫。崔尚宫告诉娘娘，幸好那个追兵武功不佳，一失足崔尚宫就反制成功，所以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样三人终于安全会合。皇上正在给娘娘处理伤口，久别重逢胜新婚，两人开始互诉衷情，爱意浓实情自身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两人情不自禁地玩起了扑克。而此时的王宫，御厨整天心不在焉，手下们还以为他在想念娘娘，他们乃知御厨其实在想念崔尚宫。原来在临走前，崔尚宫向他表白了。御厨第一次被表白，心里激动极了。崔尚宫说他一直在意御厨，但自己地位卑微，所以让御厨去找更好的人。其实御厨早就喜欢上他了，只是一直不敢表白，这样就错过了一段姻缘。他讨厌自己的胆小，没有崔尚宫生活还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他决定辞职，离宫去寻找真爱。没想到还没找到崔尚宫，崔尚宫就被一群起义军绑了。就在众人要动手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还没来得及跪下，就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崔尚宫。御厨激动的不行，兴奋的直接摔了个大跟头。看到心上人摔倒，崔尚宫非常心疼。御厨拿出崔尚宫送的礼物，让崔尚宫羞得满脸通红。到了晚上，几个人围坐一起烤地瓜，娘娘吃得津津有味。王上宠溺地看着她，御厨和崔尚宫也在撒狗粮，两人互相剥地瓜。在交换的瞬间，不小心触碰到了对方的手，两人心荡神驰地丢了地瓜，紧紧扣着对方的食指。可崔尚宫终究是女子，害羞地推开了她。但御厨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转过身去抓住崔尚宫的手，崔尚宫却递给他一个烤地瓜，让旁观者都忍不住大笑。第二天，大家开始策划作战计划。娘娘了解到太后爱吃，所以王宫的食材通道一定开放，这样一来大门肯定不会关。制定好计划后，他们决定重返王宫。王上和娘娘为了顺利进宫，直接截下一辆送菜车。在王上的威胁下，车主只得听命，两人藏进车底，伪装完毕向王宫出发。同时，金将军给狙击手安排了任务，一见王上就开枪。送菜车一到王宫，刚好被金将军看见，老江湖一眼看破。金将军感觉有诈，让手下打开车检查。手下检查半天，却没找到藏在车底的王上。金将军依旧不放心，
拉剑走向菜车，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。幸好王上和娘娘在另一辆车上，真是吓了一大跳，差点命丧黄泉。行动前，娘娘给王上一个吻，礼尚往来。王上的回应更加热烈，大家就别打了吧。另一边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一颗炸弹被直接扔在城门上，众人被吓得急忙逃离。一个勇敢的侍卫冲上前去，没想到就这么，几个人迅速干掉了城门守卫。接下来是御厨的表演时间，只见他双手各持一把菜刀，对着侍卫猛砍，打得流畅的像行云流水。王上在伯伯的帮助下，也是猛的一下，轻松解决了2个守卫。这时候敌人的援军也到了，他们还向娘娘扔了一把飞刀，幸亏娘娘反应快躲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宫中兴亡的即位号角响起，原来是太后担心出事，所以把即位仪式提前了。王上这下真的没机会了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即位用的玉玺突然不翼而飞，这下敌人们全都傻眼了。这种损招还能是谁出的？原来娘娘为了保险起见，在出宫前就让人偷走了玉玺，这也意味着王上还有机会夺回王位。2人一直走到大殿外，娘娘却看到有人瞄准了王上，她毫不犹豫地挡在前面。娘娘被屌人用狙击枪打中了腰部，屌人看到王上还活着，急忙装上子弹，再次将枪对准了王上，这次直接打中了王上的胸口。就在得意的屌人沾沾自喜时，原来是神枪手红蝶和永平君赶到了。屌人一看情况不妙，他扔掉枪直接逃了。与此同时，娘娘看到中枪的王上非常担心，她刚要去拉王上的手，却突然感到身体一阵剧痛。娘娘努力挣扎，她多希望王上能安然无恙。关键时刻，娘娘的灵魂意外回到了现代，她非常担心王上的安全，不顾一切从医院逃了出来。她一路赶到书店，找到了《朝鲜王朝实录》，翻查王上后续的记录。原来就在他穿越的那一刻，真的金朝荣也回到了自己的身体。幸好王上穿了防弹衣，保住了性命。2人还没高兴完，金将军突然拔剑向他们走来，娘娘拔下发簪，狠狠地刺向金将军的大腿。金将军疼得不能自已，他挥剑又向王上刺去。王上捡起地上的剑挡下了攻击，随即2人展开激战。受伤的王上明显处于下风，孕妇娘娘也想帮忙，但肚子痛得厉害。王上为了保护娘娘和孩子，凭借坚定的信念站了起来，再次与敌人搏斗。王上激发出主角光环，最终将金将军的剑砍断。但王上并未杀他，因为让他活着才是最大的惩罚。同时，屌人也被红蝶夹击，屌人刚要反抗，立刻被2人一枪一招制服。这2人干得真不错，行事干净利落，不拖泥带水。再看看王上这边的情况，他本想先救治娘娘，但娘娘却让他先去夺回王位。王上内心非常挣扎，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重大，只得把娘娘托付给红蝶剑，然后孤身一人前往大殿。此时大殿内太后正闹腾，随着一声大门开启，王上气势汹汹的登场。这一幕让太后惊掉了下巴，旁边的大臣吓得直接晕过去。只见王上直奔龙位而去，王上最终战胜一切困难，成功夺回王位。而在另一方，娘娘的状况变得非常危急，这娘娘的命真是大，原来中了屌人的一枪，生死一线。连鱼虽努力，但无力回天。幸好娘娘生命力顽强，加上有主角光环加持，经过一整夜的漫长等待，娘娘终于完全恢复了。现在是时候清算了。首当其冲的是策划一切的金太后，被王上命令打入冷宫。太后受不了这种委屈，准备找王上理论，但是门已被丫鬟堵住，她怎么也拉不开。正说着，门突然开了，但来的人竟是娘娘。娘娘的气势吓得太后连连后退。太后想要逃走，但被崔尚宫和红莲拦住了，想逃出去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下太后真的吓坏了，急忙命令仆人开路，结果一接触就被崔尚宫推倒在地。太后一听这话，直接急坏了，毕竟她掌权多年，权力一夜之间被夺，这对谁都难以接受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大局已定，只能接受现实。而在另一边，赵大妃也被一同打入冷宫，从此婆媳成了邻居。做完这一切，娘娘忍不住爽到爆粗，可能是在男人身体里待久了，连金朝荣都开始同化。与此同时，王上也彻底清除了毒瘤，将朝中奸臣依法处理。金将军甚至被拉去游街示众，以平民愤。再看我们的崔尚宫和于律楚，2人终成眷属，在宫中过上了悠闲日子。至于永平君，他们成功赢得了赵花珍的心。王上这边望着桌上的中殿词典，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悲伤。与此同时，最可怜的是凤凰，被强行送回现代后，观看着书中的哲宗肖像，回忆起这张照片的由来。原来
这是王上特意留下的回忆，属于他们的只属于他们的。看到王上那超越时空的信号，凤焕一边笑一边哭了出来。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结局了，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有人担心凤凰的取向是否正常，回到原地的凤凰还是那个撩妹高手。王上和娘娘依旧恩爱如初，娘娘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我，但王上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娘娘和这帮人到底在干嘛？每个人脸上都紧张兮兮的，连御厨都吓得要哭了。原来他们是在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。就在今天早上，王上在奏折里看到了这消息。最近民间怪事连连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青蛙雨，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和不安。连监狱里的神婆也预言了不祥的征兆。不仅仅是神婆，连永廷君和红蝶都知道了这事，都认为这预兆非同小可。王上没想到，娘娘也早已听说了这消息。她带着崔尚宫和红莲坐在殿外，做好了迎接末日的准备。无论是准备逃跑的御厨，还是活泼可爱的金焕，都加入了娘娘的小团体。大家等了好半天，却没有见到所谓的末日降临。正当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天空出现了流星雨。娘娘急忙开始许愿，王上看得一头雾水，好奇娘娘到底在做什么。王上还是没弄明白，娘娘就亲自示范了一番。看到御厨那悲伤的表情，崔尚宫立刻上前安慰他。这御厨真会撩人，把我们崔尚宫都感动坏了。轮到王上的时候，王上真是太浪漫了。娘娘不禁陷入了美好的回忆，那是他们初次相遇，从那次偶然的相遇，到最后被册封为皇后，期间有过怀疑，有过争吵，还有浪漫的告白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他们爱情的基石，跨越时空的爱恋，宛如天意安排，为他们绘就了最美的结局。